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素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中美的谈判啊，影响全球，但是偏偏现在是陷入停滞了吗？好，这是最新的说引述了一个知情人士呢，说对于习近平啊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讲呢，美国商务部竟然在上个月警告说，不要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的升腾 AI 晶片之后哦，他履行中方稀土的承诺意愿呢，便有所动摇。简单来讲啊，就是这样子跟华为相关的文件呢，似乎是惹恼了习近平了吗？好，那大陆怎么说呢？大陆反控美方啊，说是这个川普啊以及美国的贸易代表啊，他们之前指责北京没有办法履行双方的贸易协议哦，来拖延稀土的出口。可是呢，大陆方面认为是美国单方面不断挑起新的经贸摩擦，才会加剧双方的不确定性哦，甚至呢，竟然还倒打一把，因为他们在日内瓦的会谈之后呢，还陆续新增了很多对于大陆的限制措施，所以呢，对大陆来讲，我当然很不高兴啊。好，所以中国现在是不是也不吃川普的这一套呢？南华早报也引述了分析人士的话，就是说，美国你在玩两面手法，你一方面跟我施压，一方面呢又提出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谈判模式哦，那你到底在玩什么呢？这是川普的典型风格，但我们不会配合他。好，那刚刚讲到了稀土，这当然是现在呢中国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哦。美国商会啊就宣称说，美国政府一直抱怨北京没有按照承诺取消出口禁令之后呢，但是你看中方在过去一周啊有慢慢的放松啊，真的是如此吗？行业的啊就有这个高管就提到说，中国本周也向部分的对欧美出口呢这个稀土磁铁企业已经发放了许可证了。可是另一头呢，我们来看呢，陆媒就提到说，包含贵州以及湖南在内，有很多地方他们现在反而是严加控管，因为呢不希望这个稀土啊重要的战略矿产哦会被非法外流，而且甚至呢还特别强调哦，对于像是石墨啊这一些矿产呢，他们全部都要流程追溯哦，就是要防止它被偷偷的流出去。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起来对于稀土这个重要的措施哦，这个中国重要的筹码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放宽，还没有完全的用完，这让美国经济啊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打击哦，因为这些元素呢都会被广泛的应用在消费品上。好，那反而啊，我们来看哦，美国现在呢，大打关税啊、封锁啊这些，是不是反而让敌人哦？我们刚刚讲这个让中国再次伟大呢？这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啊，那只好自救嘛，所以开始呢，变成是要发展科技。好，那 AI 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黄仁勋啊，甚至也直言说，全球大概有一半的 AI 开发者都在中国。那如果禁止美国企业进到这样的市场的话，最终恐怕还是导致美国失去了在全球 AI 产业的一个领先地位哦。那最终呢，赢得了 AI 开发者平台，才能赢得 AI 竞赛哦。那另外呢，你看到哦，美国啊，对于呢这个辉达哦，这个对大陆实施的 AI 出口管制禁令啊，也说反而是让中国大陆获得了一个发展空间。因为过去呢，替辉达撰写程式的这些中国 AI 研究人员呢，现在都在帮华为写程式哦。好，所以华为呢现在持续扩大布局半导体之外呢，也在锁定AI 啊、机器人啊这些产业哦。所以现在演变成是什么呢？美中在 AI 也在持续的角力哦，看谁能够称霸哦。那美国呢是砸下重金要发展 AI 嘛，力拼这个人工通用智慧哦，还有半导体的出口管制。这个就会是什么呢？就是要确保哦，中国啊，你在这个竞赛当中，你还是只能输给我，屈居第二。但是经济学人也指出说，对于北京来讲呢，他们不是追求所谓的这种超级 AI， 反而是专注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哦。也就是说，我要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好，那有一个商品哦，现在说在美国也非常的走红，那就是最近天气好热哦，所以你看到降温神器啊，我们画面上的这一个呢是风扇帽哦，这是由浙江义乌哦，还是一家企业而已哦，他们所做的一个风扇帽啊，既然说在美国啊已经卖爆了，这顶帽子呢大概啊在美国可以卖到
1199，1200元台币左右一顶啦，28天呢就已经卖出了1万多顶了。那截至目前为止呢，这家企业说呢已经卖出了10几万顶了，这也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奇迹啦。好，我们赖老师怎么看现在中美谈判是不是陷入了大停滞？更传出说，跟华为这样的文件有关系。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大概在5月31号的时候发生了啊。川普突然间开始埋怨，说中国大陆怎么都没有把稀土啊这个卖到美国来，然后又开始说贸易的谈判有停滞，都是中国的错啊。然后就说这个习近平将在周末会打电话给他，这个周末已经过了，现在已经是星期2了。然后这样讲完了以后，就开始被大家嘲笑。新的一周，对，然后一下子，你看美国的所有的官员几乎都涌出来了，包括这个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也说马上要通电话了，然后商务部长也出来了，连经济委员会的主任都跳出来说马上要通电话了。结果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也好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全部都出来说马上要通电话。这个时候大家就问说，那什么时候？他们说日期不一定。然后为什么要通电话？那等于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川普不开心了。现在习近平要来安抚川普，好像就是说，川普生气了，还是听他的这个所以习近平大哥生气的感觉。对，要来安抚了这样子。那昨天大陆的商务部已经回答说，这莫名其妙嘛。这个明明是你在我们5月11号谈完，12号联合声明出来了，你马上就对华为打压了。就是你刚刚讲的，开始要对华为打压，然后接着呢，你又开始对于 EDA， 也就是半导体的生产的那个检测程式，你也说禁止出口。全世界就有最大的三大公司了，当然还有小公司，但最大的3家，2家是在美国，1家在德国，就是西门子嘛。也说禁止出口到中国，这个好像是卡中国的脖子。哇，很多分析家就说大陆的半导体完蛋了，卡住中国的脖子了，必死无疑，这种话都出来了。接着又对中国的留学美国的27.5万人，然后又说那个卢比奥亲自出场了，说那不准再给了，然后要严格的审批，甚至要注销等等。这些动作出来了以后然后大家就说中国大陆一定完蛋了，要投降了，习近平马上要打电话给川普了。那到目前为止他还接不到电话。那我们的估计是这通电话非但不会打，而且也不会接。所以川普可能今天礼拜2了嘛，我们再来看看看这到礼拜天这个川普的电话能不能响。估计川普的电话响不起来。那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呢，估计也接不了。那接着我们就问说，那稀土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在日内瓦的谈判内？结果我们把这个中美的联合声明翻开来看，没有谈到稀土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彼此之间，这个你美国是不是会错意的意思了？就是说，没有谈到稀土要开放给你啊，但是大陆对于稀土的管制，也就是打击走私、打击倒卖、打击转卖这3个程序，管得更严了。也就是说，你走私稀土这个部分里面，那么要用刑法来究责，然后你如果说这个倒卖或是转卖，也要用刑法来究责，那这个管理更严了。但是马上又听到说，大陆已经把稀土卖给这个 Volkswagen， 就是大众汽车，他已经拿到稀土了。然后美国有一些公司也拿到稀土了，所以才会传出美国的商会说不对啊，已经有在卖啦，但只是因为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以前你要买多少就买多少，就卖多少，现在没有，现在就是这个你要买多少要经过审核，然后批准，然后不能用在军事上，只能用在民间的产品上。可是问题就在于，你不能用在军事上，那美国的军工企业就完蛋了。美国的飞弹做不起来了，雷达做不起来的，飞机做不起来了。所以美国的国防工业现在开始陷入焦虑紧张，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中国的稀土。就拿电动车来讲，就车辆要用多少这个磁铁块呢？至少10几块以上。那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到最晚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大概美国的库存就用完了。如果再没有进口的话，那美国的电动车
包括美国的福特，所有的车子几乎都没办法生产了，因为它的磁铁不够了，它没任何发动机都启动不了。那这个时候对美国人来讲怎么办？所以川普急到不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方寸有点乱了。他已经乱了，所以他的团队就开始动员。可是我觉得这一招真的是没用，因为对大陆来讲，采用这种讹诈的手段，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办法。黄仁勋讲了一个实话，就是他本来领先的 H100，现在中国大陆华为已经赶上了，华为现在在挑战这个英伟达的 H200，所以他的压力很大，而且他很快的发现，大部分的 AI 的都是中国人。而这中国人里面有一半以上都回到中国大陆去了。那这个对黄仁勋来讲，他觉得你美国川普你在帮我倒忙嘛，你这样越搞我的越惨。那本来英伟达是美国人的骄傲，弄到最后不要变成你川普竟然是杀掉我英伟达的刽子手。对，当然讲到说这个谈判啊，互信基础非常重要哦。可是看起来现在连谈判基础都有点困难呢。来，委员，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啊？中国大陆的美国商会的会长叫 Michael Hart 哈特，他出来讲，他其实过去的1个礼拜，中国大陆在逐步放宽对稀土的管制。其实当时在日内瓦谈判完了以后，中国大陆就对28家，对美国的公司有28家就放入管制名单的那28家，中国大陆立刻把它解除掉。但后来真正在推动的时候，当然美国也讲说，可能中国大陆他们本身做事的风格啦，他们的文化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马上解决这样。我认为这个是对也不对啦。所谓的对的话，就是说，的确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中国大陆也晓得啦。稀土是它最大的那张王牌啦。对，这张王牌如果让出来的话，那未来美国简直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啦。所以他想把这王牌抓在手上，能够抓多久就多久。但是他边抓着他，一边在看美国的做法，他再来决定他是不是最后要放宽到什么样的程度嘛？那刚刚这个赖教授也提到了嘛，对不对？你管制这个人家的晶片的那个程式然后呢又管制不能其他你不卖东西给人家就算了，还叫人家不能买华为的这个晶片，而且再过来就是所谓的这个铝跟钢的问题，这个铝跟钢就从25%又涨到好像涨到50%，而这里面其实最惨的是加拿大，所以川普来讲，他把这个钢跟铝提升起来，除了在国内要讨好那些当地的企业以外呢，我觉得他对加拿大其实一直恨意很浓。他表面上讲说，我为什么这个钢跟这个铝要这个关税要涨这么多，最重要的原因，他说照顾国内企业，还有呢，这个停止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太多。其实，但是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去年1年，那个钢卖最多的是加拿大，他卖了595万吨，过来是巴西卖了40万吨，那过来是墨西哥。319万吨巴西是400多万吨那中国大陆摆第10才卖了多少？47万吨而已。它以前的占比在中国大陆最好的时候，它占到将近差不多8%，现在只有占到1.8%而已。所以中国大陆不是最惨的，铝当然是不太一样，铝中国大陆现在还是排第3就美国进口的铝。加拿大进口的是315万吨，阿联呢35万吨，中国大陆只有22万吨，所以严格讲起来，这次对钢铝的这样的涨价的关税大幅的上涨，受害最重的不是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当然他还是把这个解释为就是你川普政府讲话不算话的其中一个佐证所以整个来讲，我认为中国大陆这个 Michael Hart 讲的对了，他有在慢慢放松过去1个礼拜，可是我认为要到整个的放松，他一定要到尘埃落定。你美国的最后的做法，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就全面放松；要不然我就拖拖拉拉放松。
这本来国际间的谈判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不能怪人家。只是川普，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没事要哇哇叫哦。其实不要是我们这些跟我们看起来是无关的，我们听了都觉得说，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的这么权力这么大一个总统，讲话像在泼妇骂街一样，实在是没有道理。就变成耐力战了。来，副司令，这个 AI 的争霸战，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竞赛，美国占不了多少便宜。因为在 AI 这一方面，美国并没有遥遥领先，而是跟中国大陆旗鼓相当。那辉达、NVIDIA 在这一方面来看，就是说 AI 人才都在为华为在写程式。那这样子的话，在软体这一方面，这个中国大陆的 AI， 因为它有软体这方面的优势，所以在硬体这一方面也跟美国之间差距就不大了。那我们来看，最重要的是说，它的科技的成分、科技的底子有多厚？中国大陆我们看论文发表，我们都经常讲，大家就是做研发论文发表了多少？在去年，中国大陆的专利，我们看专利数目是118000多件，这个是由5大专利局统计的，118000多件的专利，就全部中国大陆。那美国的专利数呢？美国的专利数大概只有8万多件，也就是大概是中国大陆是比较领先。那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专利的数目，中国大陆已经领先了。那我们看论文发表，我们知道各个大学都要从事做研究，从研究要发表这些学术论文。中国大陆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大概12万篇，10万篇，大概占所有的论文发表，全世界的论文发表大概占33%。那美国论文发表数呢，大概8万多篇。还有一个论文发表数多是一个回事，看它的值够不够。你量很多没有错，但值够不够，就是我们看论文引用数，你发表论文有没有价值？有价值被别人所引用，你没有价值，这个论文的价值是不高，别人是不会引用的。那中国大陆的被引用大概82万次，那也占所有的被引用的占比大概48%。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的论文被引用的比例也蛮高的，占全世界占比在48%。你这个科技的这个含量就高了，在 AI 生成，我们叫 AI 人工智慧。那人工智慧就是靠科研呐，那科研这一方面，所以我认为到目前来看，那美国跟中国大陆旗鼓相当，美国并没有占优势。看大家未来双方的教育人才的方向值够不够？如果值够，不能讲量，因为一定是讲数值，兵在精不在多，看值的。那目前我认为美国并没有绝对的领导，就是优势还没有办法显现出来。但是这一切早历我们就要讲到说呢，当然还是因为这个关税战嘛。川普一上任之后呢，就发动这样的关税战呢。好，那现在造成什么样呢？我们刚刚其实讲到美国自己国内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在民生经济的部分哦。好，我们来看呢，美国呢就是因为这个铝价现在也已经暴涨了超过50%了，所以在根据纽约商品交易所资料当中呢，就显示说这已经创下了至少从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准了。这显示的是未来美国的业者呢会面临更高的原料成本。或许你觉得说呢，这个可能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确实很有关系哦。像是光是我们这个啤酒罐装或者是一些呢这个易开罐这些商品它都是消费性的民生用品哦。那它都是一些原物料的成本，未来恐怕也会变成是关税连锁反应的其中一个部分哦。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民生物价了。那还有是美国呢，在制造业的部分连续第3个月呈现了萎缩的状况，甚至在进口指标呢还降到了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反映的是什么？企业面对呢不断提升的关税缩减了他们的采购规模。好，我们来刚刚看到呢，就是制造业的部分他说45%的业者都说价格有出现上涨的情况，这会呈现连锁的效应接下来在民生物价也同样呢会出现一些危机。那川普是不是这样，所以也撑不下去了呢？好，我们就来看到呢，这个川普政府传出说，希望各国在周3，也就是6月4号马上要到了之前，要提出贸易谈判的提案美国呢，我会来评估，而且我会答复，可能包含一些关税的税率在内甚至呢，川普还放话扬言说，如果其他国家可以对美国征关税，那我们却没有办法
反制的话呢，那未来美国在经济上是连一丝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但问题是各国有甩他吗？我们看到呢，现在川普的关税战当然已经重创了整个美国在国际上的名声哦，甚至呢有一份调查显示说，41个国家对于美国的好感度已经是降到负值了，就是负数字了。那反而是对于中国大陆呢是持续的上升。那这些民调呢，甚至还针对像是过去跟美国相当友好的加拿大啊、法国啊，以及日本啊和俄罗斯等等41个国家做的调查。那这也影响到什么呢？你看到现在还有美元也出现了危机，所以呢，另一部分就是避险的黄金哦开始持续上涨，因为美元现在呢已经逼近到2023的低点了。那受到降息啊、经济成长放缓啊等等的影响哦，华尔街更预估现在还不是最低，未来还会进一步走弱。那黄金呢，反观就是已经来到3周多以来的一个高点了，尤其是在2号这一天的黄金啊涨了超过2%。这是3周以来的最高。好，那现在要抵制美元贬值所带来的风险哦，甚至美国啊有很多个州说，他们开始要承认用金或者是你用白银来作为法定货币了。当然就是要防止美元贬值所带来的风险哦。那这样的法案呢，已经被美国很多个州陆续的来提出或是颁布了。好，那老师怎么看呢？当然，这个川普的关税啊，后续引发的效应持续，尤其是在美国的民生问题上。钢铝税这个川普是从已经在违反 WTO 的规定下，额外的已经征收25%了，他已经让相关的国家叫苦连天了，包括加拿大啊、墨西哥、巴西、日本他们在内，都已经叫苦连天，还有韩国、越南等欧洲也不用说了。他现在又增加到50%，那增加到50%的时候，坦白说已经卖不过去了。对，因为你等于是你的价格，假设你本来一吨假设原来是100块美元，你现在变成最少要150块美元，这卖不进去了。卖不进去以后，这不但会影响到出口商他们的生计，而且也会影响到进口商的生计，更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些汽车工业，也就是需要钢铁的这些。那美国本身的钢铁厂不够供应，而且品质也不见得是那么好，价格不是那么好，它要用进口的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对于美国的汽车业者来讲是叫苦连天。你刚刚谈到的铝，那你说可口可乐它用的铝罐头，对，怎么办？还有很多的猫罐头、狗罐头等等的，那些都是用铝来做的，那他们怎么办？所以那如果说他们又把那些出口到海外去的话，它本身的铝如果一旦要，而且要那么贵，那它一旦生产出来转嫁给消费者，费用就更高了，卖到海外去费用就再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会不利于美国商品的一个竞争不管在国内也好，国际也好，都是不利的。那现在的情况是，川普的征税真的就有助于他的钢铁业的发展吗？因为他的宣布是在对于美钢要被日铁并购的时候，他所做的宣布。因为他到美钢去嘛，那因为他说他会同意，可是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日本被耍了。为什么？因为日铁它是要并购美国钢铁，那价格已经谈到天价了，140亿美元了。可是问题是在于，川普的讲话里面并没有说美钢要被日铁并购，他只说日铁要再投资140亿美元到美钢来，第一个，第二个，美钢的总部永远在美国，第三个，永远由美国人来经营。那各位，那这个并购还要吗？如果不是日本并购进来，由日本来进入管理阶层，现在如果还是由美国人来当管理阶层，然后我日本却要投资140亿。然后你的生产效率如果没有达到我要的目标，我这个钱不是打水漂，而且我美钢如果各行其政，那我跟我的日铁，那我这个不叫并购我等于是被你吃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石破茂会面临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川普很明显的是在玩弄这个手法，那当然我们要看最后的版本到底在哪里才能够确定出来。好，那您提到的有关于
由于这个民调公司它是一直在做追踪，而且是国际间很有名的一个民调公司。这个民调公司它在5月底做出来的最新的民调，它很清楚的知道，从这个美国的国际声望，因为41个国家是他们选的样本，那这选的样本里面一直能够反映出普遍这世界190几个国家对于几个大国他们之间的好感度的一个判断，这个是对于民众所做的，而不只是不是对于政治人物，不是对于企业，它是对于民众所做的一种大规模的大数据的一个抽样调查。这个调查出来的结果是，美国的好感度从去年的正20分，现在变成是负1.5分，也就是说，从好感变成恶感，讨厌美国人，这已经变成国际之间的普遍的一个印象。那对中国大陆，从好感度从负，就是以前是恶感，现在上升到8.8%。那这个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大陆的免签政策使很多欧美的国家，他们的网红自己就到中国大陆去了。他们到大陆去以后，他们才知道他们被骗了。他们的所有的节目几乎都有个共同的特色，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那也就是说，原来他们被他们的媒体记者、他们的主流电视新闻各种媒体跟他们的政客欺骗了不知道多少年，也就是他们一直嘴中的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他们去看到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然后你想想看，好感度跟恶感度差那么多，另外大陆的这种反美国的贸易霸凌，它也赢得全世界的尊敬。那委员怎么看？说现在川普是真的急了，但是我觉得个股都变怪了，大家都要观望了。对，不要那么快。西欧跟日本就看你怎么处理中国大陆的问题。所以他讲中国大陆的问题，他对中国好像显示比较友善的时候，股票都涨，全世界股票跟着涨。对中国大陆不友善，看起来双方要干起来的时候，就跌了，黄金就涨了。就这样子，我认为川普真正问题在哪里？有2点呢，他的关税政策也是基于这2点。第一个，他过分的这个夸大了各国对美国贸易对美国造成的伤害，他都觉得天下占尽我们美国的便宜啊，所以我应该惩罚你们啊，你们应该用高关税来处理你们。其实我跟你讲，各国跟对美国贸易真的有占美国这么多便宜吗？谁赚钱谁赔钱还不晓得。台湾表面上看对美国贸易都是顺差，请问我们买武器的钱有算进去吗？服务业有算进去吗？我们看美国人电影，一部几部多少部进来，我们看得到我们付了多少钱吗？很多软体我们也看不到付了多少钱啊，服务业这些都是啊，这些全部都放进去，或许我们对美国的贸易还是赚了钱。但是绝对会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正式的数字要低很多很多。第二个，川普夸大了关税的那种叫做它的这种有效性啊。他认为我所有的问题这个我们对外国外的逆差，我们财政收支的这种恶化等等，我只要增加关税，国外的钱就源源滚滚进了我们的口袋，我所有的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了，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2023年的时候就算出来了，整个关税占美国的税入只有2%而已。所以你现在关税再给你加10倍好了，那也只有占美国税入的20%。20%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对，而且你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的那种强横、蛮不讲理。那种粗糙的政策，出尔反尔，一变再变，你这伤害不是你川普的形象，你川普最多再干个3年多你也下台了，是美国的形象会继续留存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好了。你看日本对美国都顺从，最近日本的讲话都不是那么的客气了，你的西欧也是一样。所以美国真的要重新去考虑它的战略是什么。不管他的战略是什么，他对国外的这种政策，你要人家买你的东西，你要人家去你那边投资，你要拜托你也柔顺一点嘛，温和一点嘛，对，像个有教养的国家嘛，像个有教养的总统嘛。川普现在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
整个美国形象被他彻底瓦解。美国很多的损失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个斗争下来，很多欧洲人以前喜欢到美国去度假，现在很多欧洲人都不去，尤其是法国人，骄傲的法国人，现在很多都不去。加拿大人很多都不去。对，啊，这样一个结果，无形中你美国损失了多少？因为旅游而带来的那一种利润呢？那种看不到的，都看不到的。好，来，这个将军怎么看？美国靠那个川普总统靠这个关税做保护，关税绝对不是万灵丹，提高关税。结果我们台湾以前为了保护我们的国产车，对所有的国外的进口的汽车都课以高关税。来保护我们国内，就有一家就真的做出国产车，就是那个他当时非常流行的广告，为中华民国装上自己的轮子，就在路上开始跑了。但是因为关税保护，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到现在为止，这个进口车的关税还是高。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的国产车有没有说能够外销或者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还是没有。所以关税绝对不是万灵丹。只能做一时的保护，应该是要去治本，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如果靠关税保护，永远没有办法达成高竞争力，还是会被淘汰。我认为美国它问题出在3个地方，使川普不得不以关税来做保护。第一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赤字太高，美国一年那个联邦政府的赤字，像去年的话就1兆8千亿美元。你看他政府就花那么多钱嘛，里面的国防预算，光国防预算就有8600多亿美元。你看那么多，花那么多钱，就是你钱进的账不多，但是花的钱很多。那这样子，你联邦政府的赤字一直在增加，那会造成什么状况？会造成这个美债增加，你就要发行美债嘛。那到现在到5月份，到2025年的5月份，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36.7兆。就是36兆7千亿美元的国债，按照10年期的殖利率4.3%，那这样子看的话，再过2个月的话，美国的国债破37兆了，越来越多啊。那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可能就破38兆，都可能，因为这个利息一直在增加嘛，都在上涨，所以看美国要怎么样去解决它的国债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贸易赤字，美国贸易赤字太大了，去年2024年的贸易赤字9200亿美元。你就买太多了嘛？那你有没有办法知道真正要看怎么样去强化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但是川普好像并没有对国内开刀，要强化国内的制造业，让他的国内的不管营造业也好、汽车业也好、航天、航空这各方面的事业，好好的，还包含电脑、包含 AI， 好好去发展，好好去扩大，让美国的这个制造业重回到50年前光辉的远景才对啊。应该是这个样子，从国内下手，没有他从国外下手，从国外下手就是要提高关税嘛，结果都得罪了大家，因为没有人愿意被提高关税。提高关税的话，它是要反映到物价上面呢，还是靠自己来吸收？靠自己吸收没有毛利率啊，赚不到钱啊。那反映到物价上面，那换句话说，会造成美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又来了，因为买东西变贵了嘛，关税加到货品上面，货品就变贵了，那造成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劳工阶层怎么可能去买那么贵的东西？而且到12月，圣诞节就快到了，川普的压力，我认为会与日俱增，他可能还有得伤脑筋呢。对，还有伤脑筋的呢。我们接下来来看呢，是俄乌的战况了。那么现在呢，乌克兰呢也使用了这个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这号称是叫做俄版的珍珠港事变哦。好，这一回呢用的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哦，就连俄军啊说他们在远东基地同样也都被炸了，5个州呢多座的军用机场都被这个无人机来攻击。好，那这个行动呢，他们叫做是蜘蛛网行动哦，而且呢已经筹备了1年半了。乌克兰方面宣称他们一举炸毁41架的俄罗斯战机。泽伦斯基说，也有俄方呢，大约是有34%的战略巡弋飞弹载具呢都被击中了。好，那当然这样的数字，俄罗斯没有证实说他们有战机受损。可是你看哦，接下来还有是印度的方面呢，来看呢，印度现在竟然找日本来共同研究中国的霹雳15残骸哦。我们来看日本呢，电子作战啊以及雷达专家向印度取得了
中国霹雳15的这个残骸。那预计说呢，他们接下来会使用一些演算法啊等等啊，来进行技术上的分析哦。好，那看到这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奇怪哦，因为过去呢都是中国对美国的武器进行这个研究的工程哦，但如今呢却是相反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在之前啊，1999年哦，当时呢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大使馆的事件哦，这起因是北约的美军 B2 轰炸机在深夜投掷炸弹哦，那其中就有4枚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爆炸了，当时甚至还造成了3名中国记者的死亡。另外是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中美南海的撞击事件呢，有一架美国海军的电子侦察机和中国解放军战机发生了撞击，那当时中国飞行员就丧生了，而该架美军侦察机呢，则是迫降在中国的机场。那后来中美呢多次谈判之后啊，中方才把美方有24名的机组人员送还。那同时呢，依照协议也把美方的侦察机啊拆解之后才运回。那当时呢，承运的是美方临时向俄罗斯租来的这个超大型运输机哦，所以前后呢运送了5趟，才把被肢解的这架战机呢运回美国。好，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到印度啊，现在是不是呢？除了这个把中国呢也视为劲敌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加拿大 G7 峰会上啊，可能莫迪要第一次来6年内第一次缺席了。好，这是印度方面呢就引述了消息有说，加拿大在6月15到17主办的这个峰会哦，但是印度方面到现在都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而印方呢也没有表明参加意愿哦。那你就说，莫迪到底在忙什么呢？好，他忙着呢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航空这个运输协会年会哦，当中啊，他就提到说，如今印度是全球第3大的民航市场哦，来吸引外资来我们这边投资。那你看呢，印度机场数量呢，已经从2014年的74座增加到现在是150座，甚至呢，他还签下这个开了一个支票哦，说未来5年内呢，我们还会再建设50座的机场哦。好，可是呢，印度航空公司啊，现在呢，是不是也有破纪录的订购了超过2000架的新飞机呢？那他说还会持续来增加购买哦。好，可是外媒呢就说，在业内消息人士透露，在塔塔集团旗下印度航空，他们正在跟空巴进行谈判，那希望可以下一个新的飞机订单哦。不是选择波音，是选择空巴吗？那其中还包含了大概200架的额外单走道的飞机。而印度航空呢，曾经在2023年，当时是有向波音跟空巴2家供应商都有订购了。那时候呢，创下一个纪录哦，是470架的飞机。去年则是订购了100架的空巴哦，目标就是要夺回被全球竞争对手抢走的这个市占率哦。好，我们先请教赖老师哦，怎么看说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奇袭？乌克兰的无人机奇袭，它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啊！我觉得可能超出美国人的想象外，也超出这个泽连斯基，因为泽连斯基没有尝试、没知识啊，他不知道他惹下多大的祸啊！我再强调，他不知道他惹下多大的祸。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行动，他是在于美国的2位国会议员去乌克兰访问之后回来没有多久，俄国跟乌克兰进行和平第2轮的谈判的时候，他发动了这个行动。那发动了这个行动，对于谈不下去。但是其实重点不在于谈判谈不下去的问题，是在于哪里呢？他把美国跟俄罗斯，也就是在过去冷战时期的时候，成立一个组织叫做欧洲安全组织，之前是欧安会议，发展到欧安组织。在这个欧安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双方签订的所谓的军事互信机制。这也是台湾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推动的所谓的军事互信机制。这个军事互信机制里面有那么一条规定，因为核武器必须要是透明化的，所以核战略轰炸机是不能够放在机库里面，它必须要裸露在机库外这样的话，以便这个美国的情报单位或者是俄罗斯的情报单位，就是
彼此之间可以查核对方的这个核战略武器它的移动的情形，特别是这个图95或是图160，他们本身都是携带核武的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机，所以对于美国也好，对俄罗斯也好，对欧洲的相关大国来说，他们通常都是根据他们的军用卫星跟商用卫星不断的24小时不断的在看它的这些这个核轰炸机的数量，还有它的移动的情形，用这个方式来管控彼此之间，不要避免误会产生的核大战。那今天泽连斯基竟然对于放在裸落在机场外面没有在机堡内的这个核战略轰炸机进行攻击，这个等于是把这个互信机制摧毁了。俄国会不会高度怀疑是美国人受益的？对，美国人主导的。那如果是如此的话，那原来的军事互信机制就再也没有用了。那军事互信机制再也没有用，那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他就不会再遵守这个裸露的这个核战略轰炸机必须要让大家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必须要尽快的赶快澄清，说这个跟他们无关，他们真的不知道。那如果美国要在行动上表示诚意的话，他要去谴责这个泽连斯基，甚至要去制裁泽连斯基，最少他不能够提供给泽连斯基更多的任何援助。那俄国一定会施展报复行动，也就是普丁他一定会产生激烈的报复行动，而普丁的报复行动发生的时候，美国他必须要袖手旁观。那欧盟的大国也不能够介入这件事情，因为不然的话，俄国会认为你欧洲的大国，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尤其是有核武战略的国家，包括英国跟法国本身是不是有参与这件事情？所以英国、法国也必须要向俄国来去证明说他们真的不知情，他们没有参与。对，不然的话，你不能保证这个普丁不会对于这些国家施予核反击、核报复。为什么？不要忘了，图95它是核战略轰炸机，你泽连斯基怎么蠢到干这种事呢？他以为他部署了1年多蜘蛛网计划，他得意的不得了。但是事实上有没有向他宣传说摧毁了40几架的这个战机？估计是没有。因为美国的商业卫星算的结果，估计大概是13架而已。俄国少报了，乌克兰多报了，但是政治后果十分严重。这恐怕把乌克兰陷入绝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先请教委员怎么看呢？现在这个完全研究路径啊是相反了。对啊，我先讲一下那个所谓的乌克兰的蜘蛛行动了哈。你知道乌克兰出来讲说美国人是不知道了，他们瞒着美国人1年半去设计这个东西来去执行这个计划，你相信吗？你相信吗？问题就在这里。美国人对乌克兰已经掌握了多久？从那个 Trident Rapid Trident 这个叫做快速3叉戟那军事行动开始，美军就在那个地方真的是生根了，所以他们不可能让你说我每年援助你这么多，我对你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掌握你的军事行动，这太危险了吧？所以美国已经知道，而且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佐证就是说，川普曾经为了逼乌克兰要谈和，对他切断情报的提供，包括 Starlink， 这个叫做星链都没有提供给他。乌克兰那一阵子是非常惨的，是遮着眼睛、蒙着耳朵被人家打了，因为他看不见也听不到。所以你想，他去执行这么大的一个蜘蛛这个行动，你没有 Starlink， 没有星链计划。没有美国提供卫星的情报，那些告诉你敌人在哪里，他的位置方向如何，你还没有美国的卫星引导，你还不见得可以打得到所以这个就是说，但是我这样讲了，俄军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低头？以普丁的个性，以俄国人的个性，他不会。
你等着看，俄国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反轰炸，对乌克兰进行，也是无人机，还加上飞弹，还可能加上轰炸机的这样一个轰炸。我只是觉得我替加沙走廊的人民，还有乌克兰人民，我是觉得太惨了。我是觉得真的是很不忍心啊。至于说你刚刚讲的是逆向工程的问题啊，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家研发出一型飞弹以后，他赶快要增进，要继续去研发，因为他知道我这个很快就情报很容易被掌握了啊，因为你可能卖出去，或是你的好朋友可能跟你拿去使用啊，就乌克兰啊，譬如说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交情，巴基斯坦就掌握了嘛。巴基斯坦跟美国也有相当的军事的交情，中国大陆会不会担心它的情报被外泄？会。第一个加强管制，可是第二个你就要不断的研究新的东西出来，你才有办法去对付嘛。对，我们当然这个讲到说，现在俄乌战争恐怕跟原本设想的不太一样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更多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啊，将军请教我，这个蜘蛛网行动是不是变成乌克兰的一个灾难吗？我认为乌克兰这个蜘蛛网的行动啊，它在战术上是非常成功，但是却犯了非常严重的战略错误，有点像1941年12月8号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日本创造了辉煌的战果，当下看好像很厉害，对，非常厉害，日本只损失64个人，但是现场美军造成2400多人阵亡。1200多人受伤，轻重伤。你看日本64个死亡之外啊，只有1个被俘。战果是美国的40倍。那现在这个乌克兰蜘蛛网行动也是一样，为什么？他现在犯了战略错误，因为俄罗斯会更大的报复。你看到日本后来吃了2颗原子弹，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吃原子弹的国家。然后日本呢被麦克阿瑟军事管制。就变成这个样。那我乌克兰现在他应该是寻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派兵支援，如果不派兵支援，我看乌克兰战争不要再打了，因为他会死更多的人，然后呢会欠更多的国债，然后会丢掉更多的乌克兰领土。现在乌克兰平均每一天要丢掉4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概就是冈山的空军官校的面积，大概一天呢要丢掉一个冈山的空军官校的冈山机场。大概每半年大概丢掉一个新加坡的领土的面积，因为新加坡领土面积大概720平方公里，它大概每半年乌克兰就丢掉720平方公里，就丢掉一个新加坡，每一年丢掉2个新加坡。那乌克兰还有多少国土？慢慢都丢光了。然后欠一屁股债，又死那么多人，只要北约不出兵帮助乌克兰，立刻收手，赶快和谈，因为乌克兰没有再多的年轻人去效命疆场。牺牲在这个乌克兰战场，然后还丢掉国土，欠那么多债，所以整个的我认为泽连斯基搞错了战略方向，有战术奇袭的成功，跟偷袭珍珠港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战略的责任、战略的失败，乌克兰迟早都要去面对，迟早都要去硬吞，那怎么去对乌克兰人民做交代？所以我就认为他这个莽撞的行为啊，要复制珍珠港的突击，我认为会招致更大俄罗斯的报复，我认为可能会得不偿失。